炯讲得好自信啊！比如说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韩台、东南亚各国，还有南美洲、非洲、中东，还有中美洲这些国家，加总将近200多个国家。快疯了！世界有193个国家，这是常识。200多个国家，你去哪里照料？等下企鹅算一国，八炯又在唬烂。你说跟美国合作是贵呢，还是跟想要并吞你中共合作才是贵？美国都殖民到东南亚啦，请问东南亚哪个国家是中国殖民？整个东南亚被殖民光光，没被殖民的都是半殖民地。他妈连台湾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啊！请问当然是日本人吗？一点知识都没有，八炯就把川普的话拿来当金科玉律哦。川普今天在节目上表示，中国大概率会把高关税给吞下去，结果马上沃尔玛就打脸川普。供应链紧张的民生压力之下，4月26紧急通知中国供应商恢复出货，并承诺自行吸收所有关税成本，这是笑话一则啊！川普以一人之力改变了中美贸易长期以来对中方不利的因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政府打算对中国进口的啤酒、钢铁反倾销调查，认定损害台湾产业，70天内决定是否课征反倾销税。如果真的磕了，被对岸报复性反征反倾销，谁伤的比较重？你磕对岸肯定反制你。向来只有入超国在对出超国反倾销税啊，第一次听过出超国对入超国反倾销税啊，他没有让你好好活着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八九扯八扯，而美国对世界的关税贸易战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摧毁中共的经济，避免中国转点贴牌再卖货给美国，来续命中共的政权，甚至连立场亲中的越南、柬埔寨、新加坡近期都纷纷转向美国。又在唬烂，民进党已经够疯了，八炯比民进党更疯啊！4月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共同体落实3大全球倡议联合声明，我都快疯了耶！柬埔寨才刚刚跟中国签完，他是不是不知道柬埔寨之前的老国王已经驾崩了？老国王有几年甚至是住在中国啊，因为那时候柬埔寨发生政变啊，现在柬埔寨的王室都跟这个老国王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我们的外交部愚蠢到什么程度呢？不敢回答这个的内容，只跑去回答2758号决议文的错误。有这种外交部，难怪会断光光啊！同一等级叫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跟中国有一个绰号叫巴铁，铁哥们啊，所以现在叫柬铁了，知不知道啊？读一点书嘛，稍微看一点新闻嘛，就整天那边鬼扯，其他在傻青鸟、傻姑姑、白痴一堆，蠢到不行。稍微关注一下就知道柬埔寨靠哪。更别说绿媒直接说马来西亚选边站，这都讲过的事情了，为什么就不更正呢？美国合作扩大制裁中共的关税，那你说这个跟美国合作是贵呢，还是跟一个想要并吞你心怀不轨的中共合作才是贵？为什么东南亚都跟中共合作？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跟东南亚发生领土纠纷的。真正去入侵东南亚的是帝国主义啊，大哥！一张地图打脸他。最傻逼的维基百科又有条目了，此图包含清朝哦，整天在那边说中梵关系是殖民是帝国主义啊！你请问东南亚哪个国家是中国殖民？美国都殖民到东南亚啦，没一块独立的。整个东南亚被殖民光光，没被殖民的都是半殖民地。请问是谁要并吞东南亚啊？请问温天才，谁占领东南亚？他妈连台湾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啊！请问当然是日本人吗？一点知识都没有，不知道人家没在跟他小，乱讲一通啊！谁要并吞？美国现在要并吞巴拿马、加拿大、格陵兰。还有一点，影片里面提到的，美国占比世界贸易的1/5不到。事实上，美国占比世界贸易的25.4%，中国贸易占比全球的11.2%。到底去哪里找来这25%？都在鬼扯淡，八炯就是因为不读书，都在瞎鸡巴乱抄啊！人家讲的世界贸易占比是指进出口总额，然后他这边呢硬要强行的曲解。2023年中国的世界全球贸易占比是 14.58%， 美国是 13.53%， 他又在凑数字，一本正经胡说八道。那什么东西占了 25% 呢？美国的贸易额占其 GDP 是 25%， 不要闹了好不好？不要差太多了哦，整天乱组装啊！太扯了，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美国根本就不可能 25%， 哪怕你要叫全球贸易占比，那 G 跟 D 跟 P 也组合不起来啊。再来哦，美国这 25.4% 的消费金额占比了全世界1/3的消费金额，交易量跟交易金额不是同个概念。讲得好自信啊，你源头数据就错了，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我无言了。他是把消费市场跟全球贸易额给混在一起了，是消费市场跟消费额。那请问交易量跟交易金额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再来，全球消费市场不会只依照单纯的交易金额去做评比，因为还要考量到人均购买力的问题。可是就算这样，这里也写 25.9， 它的 25.4 是哪里来的？它瞎凑啊！再来，比如说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韩台、东南亚各国，还有南美洲、非洲、中东，还有中美洲这些国家，加总将近200多个国家啊！快疯了！世界有193个国家，这是常识。200多个国家，你去哪里造200多个国家？等下企鹅算一国，我只要求你 Google 就好。而美国一个国家就占了1/3，你说这个量级是什么碾压式的存在呢？而中国的经济腾飞也是靠美国拉进去的。而川普今天在节目上表示，中国大概率会把高关税给吞下去。他又把川普的话拿来当金科玉律哦，结果马上沃尔玛就打脸川普了。关税政策大逆转，川普关税重创美国供应链跟物价。最初要求中国供应商自行承担高关税，在短短20天后，迫于库存压力，选择自行吸收关税，恢复中国进货145%。这一过程凸显美国零售业对中国制造的高度依赖，也揭露川普关税政策的深层矛盾。沃尔玛的态度大逆转，从施压供应商到被迫妥协。供应链紧张的民生压力之下，4月26紧急通知中国供应商恢复出货，并承诺自行吸收所有关税成本，显示从强硬施压妥协到重大政策转变。然后沃尔玛本来多硬呢，说3月11号发通知要求中国供应商自行吸收新增加的关税，结果撑不到1个半月，沃尔玛自己先倒啊！更好玩的是，零售巨头老二塔吉特也恢复了，还不止，整个洛杉矶港口来自中国货轮减少33%。玩具服装商品短缺导致美国货架控制率30%，开大卖场最怕货架上空空如也，租金、水电、人事全部照烧，税金照缴。问题是你货架上没东西卖，直接烧爆你的成本，整间商场里面1/3没有东西可以买啊！沃尔玛的大宗除了食品之外，就是玩具服装商品嘛。再来，川普讲制造业回来要从越南、印度，但问题越南、印度产能涌现，而且质检合格率下滑8%，也就是下了一堆订单，结果没办法通过品管阶段，品管直接被干爆。更好笑，这些越南工厂大部分背后是中资，而且是中资里面比较弱的工厂。八九，你到底在讲什么？再来，2025年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9.8%，关税占了43%，家庭收入、购买力隐形衰退税又衰退了。最新消息，中国的工厂方出货原本因为销价竞争，厂商有些是到岸价吸收运费，甚至愿意吸收关税。最近新出的这几批，绝大多数中国厂商报价改成离岸价。我相信八九一定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所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结果他搞到最后是 Make China Great Again，right？ 这是笑话一则啊！川普以一人之力改变了中美贸易长期以来对中方不利的因素。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竟然要给中州高材生上宪法基本课，一直强调中华民国宪法。OK， 他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因为那个是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OK，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中华民国大陆领土不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去选举产生的呢？受不了，开口就在造谣。首先，造谣囧，先看一下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中华民国94年6月10号修订。因应国家统一之前，宪法第27条第1款、第3款及宪法第174条第1款规定，增修宪法条文于左。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于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领土变更公告办理于3个月内复决。第1条就告诉你，国家没有统一啊，大陆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宪法，国家的宗旨依然强调我们对它的涵盖。第二，他就告诉你了一个宗旨：中华民国只剩自由地区可以选举。接下来下面好几条，总统、副总统，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之。再来，宪法第11条，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权利义务关系得以他项事务处理之，得以法律特别规定。听懂了没有？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什么没有选举？宪法就告诉你不能选举了嘛！哦，脑袋到底是多硬啊！整天欠人家打脸，打到都像猪头山一样。宪法懂不懂啊？中文都看不懂，有时候很头疼呢。是你国民党同意把大陆领土让给共产党的吗？如果是的话，请你把让渡的协议书白纸黑字，像溥仪皇帝退位的时候说我要把土地让给中华民国，你把那个协议书让给我台湾人看看呢？
晕倒国民党根本不会土地让渡，所以根本就没这东西，没有的东西是要怎么弄啊？就叫他好好读亲帝退位诏书了，全部都是中文字，现代用的楷书。请问八九哪里提土地啊？这是权力让渡。在唬烂嘛，叫你认真读书不读书，叫你看资料不看资料，我都解释给你听了。每天我直播每个字都看完，看完还不懂，救命啊！真是八个囧主权让渡哪会提及土地啊？主权不能涉及土地，因为土地不可讨论嘛。从头到尾乱讲，而且也不是溥仪皇帝说，是隆裕太后懿旨啊，知不知道？因为溥仪太小，他只有妈妈替他盖章的份，从头到尾造谣好玩吗？最简单的东西不要造谣，你要谈历史，那你要把历史讲清楚。哪里跟你讲土地啊？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武装夺权叛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你视而不见啊，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党吗？对岸成立的政党当然不是合法政党啊！不过这里有个历史 bug， 中国共产党有当过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党。它是土匪，它是恐怖组织，对吗？是谁要跟对岸和平相处？是谁解除了对岸共匪之名？和你国中历史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制定背景，爆发国共内战，所以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就是针对共匪的条款。1991年，李登辉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了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你现在是怎样？你要去掘李登辉的坟墓是不是？八九，你敢呛李登辉吗？李登辉说不能叫共匪的请把李登辉抓出来骂。我就问你八九能不能走？操熟了你不敢啊，因为你领党的奶水嘛。讲个八囧笑话给历史哥听哦。刚刚看不礼貌下面在 YT 贴了一张八囧讲台湾可登陆海滩的图片，结果整张图片都写成登陆。啊，中州高材生啊，中州高材生，中州高材生，我果然是考不上中州的人。唉，太难。唉。赵瑶囧，我知道你都在监看我的节目。来，哥教你。虽然这两个都是动词，但是呢，这个陆指的是陆地，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登陆？比如说你船要靠岸的时候，人走上陆地就叫登上了陆地。那为什么网络上不能用登陆，要用登入呢？因为我们在讲网络上，它没有实体。所以你登上了那个网路，但是你要进入那个网站的会员资格的时候，所以用入对应的英文 sign in， 所以登入它兼具信雅达，所以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差别。所以赵囧让你免费上一课，抱歉我以前最后做的时候1个小时是800到1000那现在1个小时3000还太少，但是3000可以了，基本的如果多几个学生，基本算你赚到，不然的话我不愿意再开课了，因为太累了，所以你赚到了，加油。